Hello，看到领导的 hello 哎，随意也是会传染的。好，请坐。好，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我们还是要立一个规矩，就是每一个人的发言就10分钟，不要超时。那谁准备好了，谁就可以做第一个。理解上了。老李站起来。我估计顺杰搞不好是第一个。那我先来。好，你看见没有？顺杰真的是第一个。好，顺杰也是第一个发 PPT 给我的。那我开始了。我今天会从3个角度来讲。第一个就是上海和其他1线城市比有什么不同之处。第2点是老乡鸡想通过开这家旗舰店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然后第3点呢是为什么不选择其他1线城市作为他开这家旗舰店的地址。上海的城市设计就是以商住结合为主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老乡鸡的主要客群是来自于住宅和办公场所。所以上海的这种城市设计可以更好的满足上海不同时间段、不同人群对于中式快餐这样一个需求。我们老乡鸡不单单是要做中式快餐，而是要和就是市场上的那些洋快餐进行 PK 的。但是呢，有报告显示，老乡鸡在年轻人中，它的被认识到的机会也是非常少的。我觉得旗舰店呢，可以使1线城市中的年轻人们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品牌，有助于我们品牌的调性的重塑。它可以向顾客传递我的企业文化、企业价值，然后让顾客看到我的企业是有实力的，所以才能吸引到在座的各位。然后今天就是欢聚在这里，大家一起做 PPT。因为老乡鸡的中央厨房是在安徽的嘛，然后如果距离太远超过500公里的话，它的运输就会有困难，不有利于统一的菜品的质量管控。很快就抓住重点了，有经验，他可能比较了解餐饮吧。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这是老乡鸡选择上海开设它旗舰店的原因。谢谢。我喜欢他的 PPT， 清晰而且很整洁。这里关于城市设计，上海市商住合一设计。第一个，这个观点和这个数据从哪儿来的？问住了。你说这个数据吗？这个数据从哪儿来的？这个数据是网上找的。是哪个网？是哪个官方发布的？哎呀，顺杰回答不上来了。OK。好严厉啊！真是都被吓坏了。老李是不是轻敌了？老李都紧张了。是的，他在思考。下一个谁？那要不我先来。张浩宇第2个。首先可以看到，这是上海2020年来自某浪平台的，然后用户调研是239778人的一个收入调查。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4500到6000和6000到8000是上海排名第1排、排名第2人群的收入的一个工资。从某种点评的数据来源看，然后老乡鸡的平均单价围绕在36.5块左右。那这个单价其实是对于月收入在4500到6000和6000到8000的人相对来说是一个友好的客单价。所以其实我们对于旗舰店从价格来说的话，上海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消费的城市。数据来源，他都会把很具体的这个数据来源标出来。说可以哎，好自信哦，他讲 PPT 的状态。OK， 这是 CBN Data 和口碑联合给出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我想问一下，打断了，我想问一下，你看一下那是什么时候的数据？不会吧，又要问住了？2016年。我们现在是几年？
所以在这一张 PPT 上，你看到了什么？这个数据太旧了，对。大家做的这些想法都会基于到我们未来的思考和我们要切实可行落地的东西，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负责任，去对待每一个数据。好恐怖。好，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我刚刚应该是给到了你的一个截止到今年的5月份的数据。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给到我老乡鸡现在全国各个城市分布门店分布数量的一个数据吧？我待会给你发一下吧，但是为什么你在这里用的是？我当时时间不多了，推这样子。对。这2个都不满意。下一个谁？音乐没准备好，好替他担心啊。新城也没准备好，萌萌也没准备好。那我来吧，对我来。俊逸来了啊，俊逸第3个。对，老李这个时候可是没有站出来哦。我呢，整体呢，我避开了一个数据来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研究。不管是今天我们与那个宣总在一起聊天，还是我今天下午的一个调研，然后呢，让我就是诞生了一个 slogan， 真的是突然脑子里出现了啊，就应宣而生，随机而潮。这就是我们董事长束宗轩先生啊。哎呦，这个感觉有一点让人如沐春风啊。我觉得这种还是有意思。因为这个老乡鸡呢，也是宣总创立，然后从而诞生的嘛。第2句话呢，是一个我们的随机而生，然后这个机呢是代表3个意思啊，是机遇，是机智。第3个呢是潮机，因为这个鸡潮了嘛。其实，在你的这个如果是今天这么短的时间内也想到这样的 slogan， 我觉得你还是很有创造力的。但是我觉得它的整个对于这个题目的这一块来讲有点偏了。还有吗？我可以做。好。萌萌来了，来看看萌萌的表现。大家好，我今天先讲一讲什么是旗舰店。旗舰店的定义其实就是最大、最丰富，我们企业最大、最丰富的那家店。我认为这个旗舰店是用来传递品牌形象和未来理念的一个名片。我定义上海为一个国际的出入口、出海口。比如说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我们在外边的时候，可能上学的时候吃的非常多的快餐，他们在国内可能大部分的首选都是会首先开在上海。既然对他们这些来说，上海是一个入海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上海作为一个出海口？上海的外籍人数和占比其实是相对于别的2线城市或者是新1线城市更多的。然后呢，我们在外籍人这个有点紧张啊，声音有点虚，有点抖。占比比较多的时候，我们让他们吃到，让他们感受到什么是老乡鸡。所以呢，我希望我的可能个人之后对这个项目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要打造成一个老乡鸡和上海一个双向的选择，而不仅仅是我们选择了上海。大概是这样。双向选择这个点还挺好的啊。他如果这样表达，会让人没有那么幸福，对不对？还是就他自己的状态就不够自信。我觉得你可以再自信一些，说话的声音可以大一点，以及你可以面对着观众去说你的一些观点。因为我觉得你的这些观点是有你的思考深度的，但如果说你不能很自信地说出来，可能听众会走神，会没有办法进入你的思考里，会一笔带过你的想法。下一个谁？我先。那对。我们音乐来了，他时间最紧，时间不够。因为我是数学专业的嘛，然后刚刚很多小伙伴都会问我，你是不是做了一个跟数学很相关的一个演讲？然后我想说，我觉得短时间内确实获取一些真实的数据是很困难的，特别是我学这个专业也会知道，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做一个更以情动人的演讲吧。
那么根据我们的问题，为什么老乡鸡要在上海开旗舰店？我把它分割成了2个部分，第一个是为什么开旗舰店，第二个是为什么在上海开旗舰店。它逻辑很清晰。因为我发现刚刚演讲的同学可能第一个问题的会比较少一点，就直接跳到了为什么在上海开旗舰店。我为什么觉得老乡鸡会选择上海开这家旗舰店？老乡鸡开了这么一家店。但是我觉得，首先为什么开旗舰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然后旗舰店在英文中就是 flagship store， 其实这个词在英语文化中没有很经常的被运用，但是在中国，旗舰店的公信力我觉得是非常强的。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在淘宝搜一个自己想要的物品，至少我是毫不犹豫的会点进那个什么什么旗舰店，而不是一些杂七杂八的店铺的。所以我们可以用它已有的公信力去塑造我们一个品牌的公信力，非常理性。第二点，为什么在上海开旗舰店？刚刚同学已经讲了很多了，我就一笔带过。从经济学角度也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经济学家泰勒·科文有一个供给需求的理论，其中有3点，最重要的就是新鲜的供给者、最有创意的供给方和最了解情况的需求方。学霸的视角来了。刚刚的同学也举例了上海探店的数据是非常高的，然后从安徽到上海，刚刚有同学提到了是一个不超过500公里的供应链。他一直在引用，他把他们都综合了，他更严谨。对。我觉得在上海，我们已经有这个土壤，有了很了解情况、很了解达人文化、网红文化的需求方，所以我觉得上海确实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然后第3点就是我今天去实地考察的总结，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实地考察的话，我刚这说的这些话也只是通过我原来的经历嘛。我特地去看了一下，白玉兰广场1楼到底有哪些店面。然后我发现多的是一些西餐的高档品牌，然后我就在思考，为什么中餐品牌不能进1楼呢？我猜测可能是一些商场他们不愿意把1楼最好的位置租给一些中餐的快餐品牌，所以我觉得不光是民众需要改变观念，我们需要改变观念，也是要说服商场去改变他的观念。因为根据经济学的纳什均衡的话，老乡鸡注定会跟很多快餐品牌竞品开在一起。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脱颖而出呢？我们就是要找到下一个风口存在，才能把我们老乡鸡的文化、老乡鸡的产品、老乡鸡的故事推广到全中国去。甚至是全世界去。谢谢大家。哦，太棒了！我都想为他点赞。哎呀，音乐好厉害啊！他这时间最短，真的不错。他没有废话，就是他把别人提过的东西直接说，刚才已经说过了，我就不在这里重复。跟他甜美的裙子真的形成鲜明的反差。对，人不可貌相。学数学就是不一样，我跟你说，真的就是逻辑思维非常的清晰。能让老李夸赞不容易啊。其实他的时间比我们所有人都短的，而且他其实回来的也没有很早，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能在这样的时间内，然后用这么漂亮的一个模式，然后以这么专业的一个方式，并且做出来这么多详细的内容，我真的觉得很牛。对，你看月这个，我们这2位老将挑刺王都挑不出来。我觉得还是很棒，很好。加油，小叶！新成那个眼神儿，紧张死了，更紧张了。主要是会产生一个对比，就很难受。弄过来吧。交换文上来了。我特别去又了解了一下，那其实老乡鸡最新的一个自己品牌的一个愿景叫做铸就伟大的民族品牌。因为上海是一个非常难取悦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们能服务好，就更有机会能让世界去喜爱。去调研的时候发现，其实最主要的客群还是周1到周5的工作午餐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景。今天上海的这座城市也给了我们很多机会，去让我们去探索新的人群。让我们去探索新的场景，同时重新建立这个用户的心智。我写了这样一段话：还能这样？文学生。这是我对老乡鸡有可能去站稳脚跟，但是同时又去做新的尝试的一个思考。我认识一个餐厅，他看起来有点酷，但我知道他是一个温暖的人。他记得我常吃的菜，有时也会鼓励我去试一试新的菜。他知道我的饭量，会提醒我均衡的搭配，也会提醒我
多点了，浪费。哎呦，还单压嘞。我顾不上吃饭时，他会把热腾腾的饭菜送给我。我不舒服的时候，他那里总有熬好的汤。餐饮的文化和它的故事，他讲了一个故事。当我饿的时候，我会想到他；当我临近饭点还不知道吃什么好，我会想到他；当我有想吃的菜，我可以告诉他；当被问起在上海过得怎么样，我会说我的生活很幸福。情感挂的，情感挂的。为什么想哭呢？有点来了个诗歌朗诵，对，说的我好窝心啊。有些不说话的人，其实背后也是还是有点能力的。那我觉得你能够去从一个愿景的角度去思考，我觉得这个是要给你点个赞的。感情牌打的挺会打呀，小伙子。星辰怎么办呀？天哪！下一个谁？老李变了，老李变了。你上，我上 ，OK。哎呦，新城，新城加油！好为他担心。可能各位听众听了很多演讲之后，我想设计一些互动的环节，然后大家都参与进我的这个演讲。就是说，我想开设一个袁老师小课堂，剑走偏锋。然后我现在想选3名课代表，一名地理课代表，一名语文课代表和一名数学课代表。我可以自告奋勇做地理课代表，然后有没有小伙伴想要当语文课代表？我来吧，好吧。好。大家还挺配合他，好可爱。然后数学课代表的话，我想请音乐同学作为数学小天才来代表我们的能力。我想请在座各位说出自己的家乡是哪里，然后我会说你们家乡可能会有什么代表菜。我用我家乡话来说，南京。哦，我也是南京人，那必然是鸭血粉丝汤。老乡。肃重。吐鲁番。吐鲁番，我记得小学课文当中有学过吐鲁番的葡萄很好吃。菜名，葡萄干作为饭后的甜点。这个孩子，或者主食都可以。馕，新疆的馕很好吃。恭喜你。那么这个游戏我想说明的一个观点就是，老乡鸡目前的品牌定位是好吃健康。根据中国烹饪协会和中国饭店协会分别发布中国快餐排行榜，老乡鸡位列中式快餐全国榜。自2021年正式开始布局全国，目前在全国拥有1000多家店，但是整体的受众市场还是比较局限的。所以说，我认为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上海是一座人口多样化的大城市。这个原因造就我们可以把这家旗舰店作为我们新产品和新的营销的试金石，因为我们有足够的样本以及样本的多样性。那么如果说我们寻找到了一些成功的新的产品、成功的新的营销方式，我们可以把这些经验传授给我们全国1000多家的直营门店。那么现在我想请语文课代表来做我们的第2个挑战，那就是针对这个句子，我给你15秒钟的时间，即兴造句，你要说服我。这碗鸡汤真好喝，你也应该尝一尝。这碗鸡汤是奶奶做的那一碗。这不是他的 PPT 吗？奶奶让你喝汤，你不听吗？对，这个很好，就利用了家文化当中长辈的一个权威性。还有3分钟。好，这个就是想引出我的第2点。利用这个新的旗舰店，讲好我们的品牌故事，就是与我们的消费者具体深入沟通交流，传递我们的品牌价值，以达到一个提升公司品牌周期与品牌文化认同度的效果。那么最后一节课就是我们的数学课，我想请伯克利的数学天才来计算这一道题目。目前中国所有餐饮业的规模是4万亿人民币，预期每年10%的增长率。那么如果假设5年之后，
连锁餐饮在这个市场里面占有率是20%。我们这个5年之后，连锁餐饮业的规模是多少？哎呀，我算不出。1.3万亿，这个数字很大。如果说中国连锁餐饮放到世界上当一个国家化，它能够排在第50名。所以我们的时间到。好，不好意思。哎，这是唯一一个规定时间没讲完的。你在整个方案里面，星辰，你觉得最满意的是什么？我觉得我最满意的是最后一点，我没有讲到的一点就是。这好聪明，能再给他讲完。抖机灵。是不是能再给他个3分钟时间？我只要1分钟就够了。我觉得可以。好。不好意思，浪费大家时间。那么我回到最后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当中脱颖而出，我们可以利用旗舰店带来的流量，强调公司的特殊优势，以在整个行业当中乘风破浪。最后再总结一下我认为的主要3个原因：第一，触达更多的消费者；第二，讲好品牌故事；第三，强调差异化，从而从餐饮行业脱颖而出。谢谢大家。新城很不错，真的很不错，特别让人惊喜。他很招人喜欢，他很会抓有意思的点，就是他能够用不同的方式去让你接受他的观点。他没准备充足，但是不让你看出来，他能侃侃而谈，他很厉害。心理素质也很好哎。下一个谁？李总来了，李总，老李来了，最后一位了。对。最后的希望都在你这里。好期待。来吧。大家好，我是李路佳，然后我是个野路子啊，所以我的演讲可能会跟大家也不太一样 ，PPT 也不太一样。我今天也有做一些调研，本身广场就是以前浦西的第1高楼，也是北外滩首座大型商业综合体，那有多样的多元化的这个业态的融合，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是没有毛病，没有毛病的，选的不错，是不是？下面的3个绿色的板块是。在基于需要去达到这3个目的上，我们要去做的一些事情，那最后引发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去一个旗舰店是为什么？是为了一个敬畏心。那为什么我要把敬畏心这3个字放到旗舰店的核心里来讲呢？想象一下，今天你去的是一家旗舰店，你不是去随便一家门店，你觉得你心里的这个感觉是会一样的吗？不是，我去的是一家旗舰店，它为什么敢叫旗舰店？它一定跟别的店不一样。那如果我们能够到这家旗舰店之后，发现 OK， 这是一家旗舰店，但是它不只是一家旗舰店。那这2个 slogan 就很好的回答了刚才这位老师提到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我们在做旗舰店创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创新新的一些 idea？ 最后呢，我想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总结一下，就是我今天听下来，各位小伙伴们就是都非常让我刮目相看。有机会跟大家一起8个人聚在这儿，然后把这个品牌做出来，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个店开起来，这就是我今天希望最后发言的目的，因为我想给大家动员一下，就是上海我们来了，加油加油加油，谢谢。野路子真的是野路子。李总是做总结性发言的，没什么干货，他没做什么方案。其实先肯定了你们选址没错啊，对。第2就是大家加油，好好干。哦，我有一点点问题。这2个人是呛上了吗？来了，呛他。你的意思是这4块都有可能是老乡鸡的潜在客群是吗？这4个是我今天在那边做调研，然后我能够知道的人群。但是他们4个都是你觉得是对于老乡鸡来说是潜在客群是吗？应该是吧。如果我们够努力，所有人都会来我们这里吃饭。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可以归类为老乡鸡的潜在人群，就是感觉有点牵强，是不是？对。我能理解你在说什么，但是我可能觉得，我写都写了，对啊。
我同意。针对你的整个的这个 PPT， 其实我的一个感受是，一开始的这个话题很吸引眼球，然后整个的结尾很有感召力，但是在中间，我有一度不知道你想在表达什么，想说什么。你的思考的深度是不够的。是。而且我讲话有点快，有时候就是讲，我自己都可能卡在我刚刚讲的太快，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接下去。并不是说它中间太快，而是我们是不是能跟得上。OK， 谢谢大家。OK， 那所有人的汇报都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在下面等一下，然后我们几位会就大家刚刚的表现做一个简短的讨论。好，待会也会给大家讲结果啊。加油！加油！谢谢。确实是表现的都不错啊，真的非常值得鼓励。但是看他们讲的口干舌燥、慷慨激昂的，我特别想给他们递上一瓶农夫山泉，润润嗓子、缓缓神儿，顺便还能补充点矿物元素。还有点甜呢。这8位曲目都放了，一开始大家都比较看好那个李路家嘛，老李，但实际的结果呢？因为那个老李他是最容易给别人留下印象的，我觉得他是那种就是他很聪明，但是其实他不够认真和踏实。但袁新成真的很让人惊喜哎，因为他前面真的是你一开始根本没看出来。其实你看朱顺杰跟张浩宇都是一个自信满满的状态，但是都被批评了。下面进入我们农夫山泉金牌时刻。实习生在每个任务当中呢，都会产生金牌和铜牌。我们团的任务就是猜测每次任务的金牌人选。如果猜对了，就能点亮1枚金牌；如果我们成功点亮5枚金牌，就能获得1枚万能 offer。这个 offer 我们想给谁就给谁。舒总，您觉得这样可以吗？可以。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认为这个金牌人选写在板子上。哎呦，这大家都毫无疑问的写了。但是我喜欢他，不一定领导也喜欢他。好，来，我们一起亮啊！哇，大家都选的是音乐。音乐就不用讲了吧，因为他的实力实在是太突出了。其实我就对音乐特别有印象，但我自己个人又比较喜欢戳，所以我就。他好像被 diss 了。第2个呢？对，然后星辰。对，因为星辰其实给到我的惊喜是最多的，而且他也是场中唯一一个就是能超时，然后并且老板也肯给他机会，然后说再多给他一些时间的。我觉得他讲的东西很吸引人，他数据没有收集完成，他就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去讲。对，所以我给他。星辰确实给了我们惊喜。但星辰在这里边，我觉得有2样。第一样，他确实没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 PPT。第二，他说的都是一个大方向的东西。当然，他说的很厉害，是因为他当中的品牌故事其实是包括了换文的一些和音乐的一些东西，但是他说的稍微的空了一点点。比较务实的是这2个人，就是一个是从数据说话，一个是从品牌故事。我觉得这2个是比较打动人的。哎，你还真别说，我觉得小明哥说的有道理啊。那我们统一了，对吧？我们最终选择的金牌人选就是音乐和交换文。我们能预测成功吗？我们能成功点亮首盏金牌吗？我感觉李姐要有个铜牌了。你看每个人的小表情。老李7人下来了，我觉得老李其实是有这种挫败感的。Oh my god！ 所以你现在是什么研究生？我大3。我的天，大3都这样子了，我天哪！没有，你看起来真的挺小，我还以为你跟我不是，我不是说长的，我是说你这个能力，我真的是瞬间觉得哇，后真是可畏，真的太可畏了，太可畏了。我们应该退休了。
首先呢，今天他们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里面能够做出来这些，这是挺好的。但同时呢，我觉得他们现在在规则的守时上面可能会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的会议开始时间通知是6点，但是大家都是6点02分才到的，已经6点了。而且有那从众心理，要晚大家一块儿晚。那我在这站着吧。对，我说懒散是会传染的。所以，在第一天，我觉得整体在这个板块表现差强人意。我感觉他们并没有特别认真的对待这次的作业。铜牌其实我想给李路佳和司俊逸，对于这个课题的理解，我觉得可能都有一些偏差。我很担心他在接下来，他知不知道他该去做什么事情。司俊逸他因为他跑题了嘛，但他挺有创造力的，是吧？那我觉得可能不太 OK 的就是张浩宇，确实是里面一些最基本的信息错误、严谨性。张浩宇不光是你们讲的他引用的数据不够严谨，同时呢有没有看他这个思路是一种正规正矩？对，没有亮点。金牌呢，音乐的确给到我很大的惊喜，因为他在上午的时候并没有说太多，但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不管是从表达，还是从逻辑性，还是从他对于这个事情的思考，都很深刻。音乐确实是整个的逻辑思路非常的清晰，我觉得他还是也是有一些深度和一些这个分享的，也是比较凸显的一位吧。我觉得袁新辰也很棒。完了，是新城还是焕文？袁新辰呢，是从整个互动方式，包括他其实分享的内容还是有一些内涵的。袁新辰的立意，它的框架结构还是很完善的，他的那3个点抓得很稳。从内容上相对来讲凸显一点点的，焦焕文哦，他能够去从这个愿景、民族等于世界，我觉得这些角度去考虑问题，包括是说我们未来旗舰店的新场景，我觉得在这个思考上面来讲还是挺不错的。他的那一段文字让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能够看到呢，他对于旗舰店这个事情的理解，我觉得他的观点、他的角度是最好的。他们是要讨论这么久吗？对，好紧张，他们在讨论啥？不知道。来了。今天汇报的成果呢，接下来会用比较简单的一个评估方式告诉大家做的怎么样，那就是评价金和铜。我们今天呢会有2金2铜。那金铜呢，也是平时老相机在正常的评估当中会用的一种方式所以这样大家也会比较简单和直观的看到今天自己的表现怎么样。如果累积3枚铜牌的人就会提前离开，3枚铜牌就 out 了。如果累积金牌最多的前3名就有机会成为青春合伙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厂长来公布一下今天的金铜结果。从今天来看，大家还是非常努力每一个人都充分进行了发挥。相比较来说我们认为今天铜牌要发给谁？突然脑子里出现了就应宣而生，随机而潮。我觉得他的整个对于这个题目的这一块来讲有点偏。想象一下，今天你去的是一家旗舰店，你不是去随便一家门店，你觉得你心里的这个感觉是会一样的吗？到这家旗舰店之后，发现 OK， 这是一家旗舰店，但是它不只是一家旗舰店，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我想问一下，那是什么时候的数据2016年。我们现在是几年？所以在这一张 PPT 上，你看到了什么？这个数据太旧了，对。第一枚的铜牌是施俊义，施俊义。我们给你出的题目是一个鸡，你偏偏说了一个鸭。第二枚的铜牌是张浩宇。哦，绰绰，不好意思啊，而且还给过他数据。主要是你这一次数据啊，来源不够准确，而且呢，我们感觉思维上中规中矩。哦，老李居然没有哎，老李逃过一劫。李路家呢，我们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胆子大，敢出政权。当然，他也提出我们怎么长红，以后还会来，我们怎么把产品质量做好。就你的思路呢，我们也看了，还是有一点亮点啊。下面呢，我再宣布一下今天第一枚的金牌。我们可以利用旗舰店带来的流量，强调公司的特殊优势，以在整个行业当中乘风破浪。老乡鸡最新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愿景叫做铸就伟大的民族品牌。我们就是要找到下一个风口，才能把我们老乡鸡的文化、老乡鸡的产品、老乡鸡的故事推广到全中国去，甚至是全世界去。哦，太棒了！音乐应该稳，音乐稳了。今天的金牌，第一枚的金牌就发给了音乐。谢谢，谢谢。那么下面我再宣布第二枚金牌是晃晃，焦焕文。哦，小瑞哥猜对了，小瑞哥好厉害！我一手汗。老板果然是老板，老板懂老板。焦焕文。我们几位啊都认为袁金城今天的表现非常棒，啊，以这不一样的形式来表现。你主要是什么呢？就时间把控。今天啊还是我的责任，耽误了的时间，否则的话你有望能争取这个金牌。来，音乐，这个是金牌。好，谢谢。每个人恭喜你啊！谢谢，谢谢。交换文。好。哎呀，我觉得失落最大的应该是老李吧。哇，他们还要写在这里。哇塞！哇哦，奖罚机制。走了。我车上不想讲话，只想睡觉。不要哭啊，绰绰。恭
喜恭喜我们成功点亮了首盏金牌灯！不愧是我们，不愧是我们。通过这一天的观察，对于这些年轻人他们在职场状态有没有什么新的认知？我觉得我好羡慕他们，就是可以能够很轻松的去表达自我和跟别人接触。这个是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的事情啊！我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磨砺，到了大概40岁左右，我才学会让自己放松，啊，敢于去放下，然后认知自我，去跟别人交流。所以我觉得我很羡慕他们这一点。他们特别的勇敢，勇敢去表达，然后勇敢去做自己。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我觉得这一点我很喜欢。他们在入职场的时候，他们会更直接。无论是去直接找老板沟通也好，还是直接说出自己想干嘛也好，就是他们好像心里没那么多顾虑和顾忌，然后也不会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职场规则。但我现在感觉他们其实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着急的去表现自己，他们反而就是做事情还是蛮有规则的，然后也不会让我觉得，哎，是不是很年轻会很毛躁、急功近利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比我想象中成熟一些。来吧，来吧，这边。刚刚在我们总部呢，学总已经发布了这2天的任务，对吧？那我要颁布一下明天的任务。在老乡鸡有一个传统，所有在老乡鸡工作的员工都要经过门店的所有岗位。8位实习生自由2组队，分别前往4家门店进行岗位实习，进一步了解餐饮企业经营细节。他们需要在2天时间内通过岗位考核，并完成如何提高该店区域竞争力的调研报告。他们将会如何组队呢？然后，那我刚才也顺便把我们4家门店的信息带了过来，你们再好好的研究一下。我想要音乐跟星辰。我觉得音乐一定是被动等别人选，因为他厉害。但是你要跟音乐组在一起，就突出不了自己。对，有利有弊。我猜是2个最强的人。我也想看两金牌，强强联手。对，就是有可能是音乐跟焕文，或者音乐跟星辰，我猜啊。哎，我觉得他很期待看老李能不能快速调整回他自信的状态。我就怕他颓了。他刚被拍了，然后看他还能不能那个领导那劲儿又出来。就是同事之间未必会想要跟他一组，就觉得他有点性格太强。我们先分组还是怎样？又开始了。要不先说自己的个人优劣势，然后再决定。好，可以。我个人的一个可能强势是在于敢去采访，而且我采访的问题会是，就是感觉像是准备好的问题一样，但是临场发挥。我特别想选说我们的南京东路是吧？因为它这里主流的一个人群都是一些旅客，或者说一些想出去一些玩或怎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可能比较想去选这个南京东路。我一开始也是有意向选南京东路，因为我去看了这4个地点以后，南京东路算是我比较就是最有意向选的一个，因为南京东路我是从小到大一直去过挺多次的，然后我也知道那边人流量也很大，有各种各样的人，所以我一开始就蛮感兴趣的。就我逻辑，你知道我以前也是理科生吗？套近乎开始？不知道。哦，对了，你确实不知道。不过我以前确实理科生，我数学也还行，但是我到了大学就不学了，我后面就开始学什么 communication 啊、creative 这种东西。对，而且我面试了的时候也是跟他们说我喜欢什么就是偏艺术点的东西。他说很想跟音乐一组，对吧？然后对你们，就看谁是主动能先去找他的人。不要觉得我会拖后腿，我感觉我俩在盯他，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做一个选择吧。没有，他还没有说要选谁，没有，我开玩笑了，我不能给自己挖坑，不能开玩笑。但是我觉得你也说的挺有道理，就是2个人互补，所以我在想，要不你们就。还是你们2个去南京东路？你们2个去南京。哎，
我们俩俩铜牌是不是？别2个铜，我们俩真是一路向东就回不来了。不是，我们两个铜牌选手。负责任听过没？老李的状态快要回来了。那不这样吧，你们俩现在就是以随机的方式，然后下一次无论2个人还是3个人，我就一定选另外1个人，要否则就很难选，你知道吗？快，然后一会儿第3个人加入战斗了，我也想选他，我也想选他。你看。我开玩笑，少来了。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在里面打工当店员，所以你要找一个人是能够辅助你，不是说我们出来做 PPT， 然后大家谁分配谁讲哪句话怎么样。对，我的理由就很简单，就是我跟他东西很搭，然后对，因为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岌岌可危。他其实心里已经有倾向，我觉得。俊逸对吗？他好高冷啊。我选戳戳。我反正欠你一个 PPT， 帮你做了。我反正无论如何我都想去火车站。我的说法是，我觉得火车站跟别的商圈其实不太一样，它的人流，它的一些竞争的一些东西不太一样。我觉得我想去做，我想去了解这方面。你也想去火车站？哦，是的。对，我是经常跟盖文的，而且我们俩刚才也交流过，我们都对火车站挺感兴趣。那我们成全他吧。那你请我读中火车站。但你们俩就是要不组队和火车站只能选其一。好。你是怎么想？有点暗流，你是怎么想的？就是我可以为了你放弃火车站。我可以为了你放弃火车站。哦，天哪，这是什么？我可以为了你放弃火车站。完了，看。但是没有人想要火车站。我可以火车站。那他这么想去火车站，那你把这个让给他，你跟他去南京东路。好吧，行吧。那你们4个商量一下吧。不是，那你们俩选呗。我跟小猪吧。但是我觉得你会把他带跑呀。因为你气场太强了。没有，我本来就是觉得我应该跟小猪哥一队的，对，锁死了，因为他比较稳。微皱眉。好，既然你这么想跟他，那你跟毛毛去火车站，这样子可以吗？好，可以吗？好。终于定好了。萌萌和那个新城，我觉得他们俩比较互补，一个内向，一个外向。李姐其实选的也不错。我很奇怪，老朱怎么就接受了老李？就是感觉好像大家一拨冷他就去了。我很期待这一组的搭配。我觉得戳戳是最开心的，就是达成所愿了。我喜欢戳戳这个劲儿，但戳戳值得，对啊，那我站出来说了呀。别人可能也这么想，但不敢。谁让你不说呢？特别好奇啊，这群个性完全不同的年轻人在下一个任务的表现，接下来他们去到门店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合伙吧少年，我们下一期再见。这里吧。这里。打个门。你好，我们是新员工来报道的。你们是不是迟到了呀？2点上班，你们这个迟到3分钟了。不好意思啊。感觉他们没有很介意迟到这件事。然后除此之外呢，你们在后面嬉闹的动作，2位在我跟你讲过之后，希望可以杜绝掉。我就是各种青菜都不分的，这不是青椒香干肉丝吧？这是农家小炒肉，小炒黄牛肉。你这个不是酸汤鱼，不好意思。哦天哪，给学霸整不会了，观感很差。没了你，这快齐着人了，你还补？你咋这样呢？不好意思。要解决问题，不要光说不好意思。没时间，换3个人了，你知道换3个人了，来了。他应该赶紧过去看一眼，能帮上忙的赶紧去帮忙。你平时经常来这边取餐吗？我好怕他被揍。 10分钟。就是刚刚你跟我说的，现在还是戳，这里面捞渣了吗？这锅捞过了。你看这渣。我今天早上啊，你的表现来看，就是整个制作过程，
还是有一点点瑕疵。我觉得不能说是完全是我错，但是这个结果呈现在这边。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